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就是个普通员工，凭什么跟我要这个待遇？那他凭什么拿那么多？因为人家学历高，名校毕业的，你一个普通本科有什么资格比？可是我的业绩明明比他好。业绩，公司看的是综合素质，你不服气就赶快滚。总经理办公室里，张明握紧了拳头。3年来第一次，他与老板王总正面冲突。办公桌上那份薪资调整申请书，像一张讽刺的废纸，静静躺着。王总背着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张明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辞职信。好，我滚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一切都源于那个意外的发现。张明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周五的下午，他刚从客户那里谈完一个价值300万的项目回来，心情不错，想着这个月的奖金应该会有不少。路过财务部门时，看到李天正站在打印机旁边。李天是公司的产品经理，平时话不多，但给人感觉总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。入职比张明晚半年，却处处透着一股优越感。张哥，忙完了。李天看到他，笑着打了个招呼。刚谈完项目，张明点点头。你在打印什么？哦，工资单。李天随口说道，然后似乎意识到什么，连忙把刚打印出来的纸收起来，但已经晚了。张明的眼睛很尖，他清楚地看到了那张纸上的数字，15万，月薪15万。张明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他自己的月薪是6万，已经算是公司技术部门的中上水平了。可李天，一个产品经理，居然拿15万。李天，你……张明想问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我先走了，你也早点回家。李天匆匆离开了。张明站在打印机旁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15万对6万，这是2.5倍的差距，月薪差9万，一年就是108万，这还不算年终奖和其他福利。为什么？张明是985毕业的计算机硕士，技术能力在公司有目共睹。入职3年来，他主导的项目没有一个失败的，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超过1000万。而李天呢？张明仔细回想着李天平时的表现，工作能力平庸，经常迟到早退，开会时总是在玩手机。上次的产品发布会，李天准备的方案漏洞百出，还是张明临时帮忙修改的。凭什么他能拿15万？张明越想越不甘心。回到家后，他一整晚都没睡好。第二天是周六，他特意来到公司，想从其他角度了解一下情况。保安老刘和张明关系不错，经常聊天。老刘，你觉得我们公司的薪资体系怎么样？张明试探着问。薪资体系？老刘笑了笑。小张，你是技术骨干，应该比我们知道的多吧？我就是好奇，感觉有些不太合理。老刘看了看周围，压低声音说，你说的是那个李天吧？张明心中一跳。你知道什么？我也是听说的。老刘摇摇头。这种事情咱们小人物看看就算了，别多管闲事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？老刘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说了，听说李天的学历很厉害，清华毕业的，王总特别重视高学历的人才，所以给的待遇高。清华？张明愣住了，他从来没有听李天提过自己是清华毕业的，而且就李天表现出来的专业能力，真的像清华毕业生吗？疑惑越来越深。周一上班时，张明特意观察李天，午饭时间，
他故意和李天坐在一桌。李天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张明装作随意地问。李天正在吃饭，听到这个问题，明显停顿了一下。清华，他简短地回答。哪个专业？计算机。那你认识清华计算机系的王教授吗？张明继续试探。他确实认识清华的一位王教授，是业内知名专家。李天又停顿了一下，不太熟。王教授很有名的，你们系的学生应该都知道他。我那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出名。李天的回答显得有些勉强。张明心中的疑惑更深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张明开始有意无意地和李天聊一些技术话题。令他意外的是，李天对很多基础的计算机概念都不太了解，更不用说一些深入的技术问题了。这真的是清华毕业的吗？张明决定进一步调查。他有个朋友在猎头公司工作，专门做 IT 行业的招聘。张明找到这个朋友，想办法让他帮忙调查李天的背景。你怀疑他学历造假？朋友问。我就是好奇，如果他真的是清华毕业，为什么专业能力这么差？朋友答应帮忙查一下。3天后，朋友给张明打来电话。张明，你的怀疑是对的，这个李天根本不是清华毕业的。什么？张明虽然有所预料，但听到确认消息时还是很震惊。我通过关系查了清华计算机系那几年的毕业生名单，根本没有叫李天的。而且我还查到了他的真实学历，是一所3线城市的普通本科，专业是市场营销。张明握着电话的手在颤抖。学历造假，居然拿着比自己高9万的月薪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那他怎么能进公司的？人事部门不会查学历吗？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有什么特殊渠道吧。朋友说，你们公司的老板可能被骗了，或者有其他原因。其他原因？张明隐约感觉到了什么，但又说不清楚。当天晚上，张明翻来覆去睡不着。15万对6万，学历造假对真实985。这种对比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公。他想起了入职时的情景，那时候他意气风发，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，一定能在这家公司闯出一番天地。3年来，他加班加点，任劳任怨，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价值。可是现在，一个学历造假的人却拿着他2、5倍的薪水，这公平吗？张明决定找老板王总谈一谈。周3上午，张明敲响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。进来，王总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张明推门而入，看到王总正在看文件，没有抬头。王总，我想和您谈一下我的薪资问题。张明直接开门见山。王总这才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薪资问题？你的薪资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我的薪资偏低了。张明努力保持平静的语气。我在公司3年了，业绩一直很好，但薪资涨幅很小。你现在拿多少？6万。6万还不够。王总皱眉。你要知道，公司给员工的薪资都是根据贡献度和综合素质来定的。那李天的综合素质比我高吗？张明忍不住问。王总的表情瞬间严肃起来。你打听别人的薪资干什么？我没有主动打听，只是偶然知道的。张明解释。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他能拿15万，我只能拿6万？办公室里的空气突然凝重起来。王总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冷冷地看着张明。你觉得你有资格拿15万？我觉得我的贡献不比他少。张明据理力争。这3年来，我主导的项目为公司创造了上千万的价值，而他
而他什么？王总打断了张明的话，他是清华毕业的，名校高材生，你呢？一个普通本科，凭什么和人家比？学历不代表能力。张明的声音有些激动。您可以看看我们各自的工作表现，比较一下贡献度。贡献度？王总冷笑。公司看的不只是短期贡献，还要看长远发展潜力。李天有名校背景，有更好的学习能力和发展前景，而你只是一个技术工人而已。技术工人这4个字像刀子一样刺进了张明的心里。王总，我是985毕业的硕士，不是您说的技术工人。张明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愤怒。985？王总不屑地摇摇头。985和清华能比吗？差了好几个档次。可是他的实际能力是可以培养的，但学历背景是改变不了的。王总挥了挥手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觉得自己干得多就应该拿得多，但是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从来不是按劳分配的，而是按价值分配的。李天的价值就是比你高，这是客观事实。张明深吸一口气，那我能不能申请涨薪？哪怕涨到10万也行。10万？王总笑了。张明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什么误解？你就是个普通员工，凭什么跟我要这个待遇？那他凭什么拿那么多？张明终于忍不住了，因为人家学历高，名校毕业的，你一个普通本科有什么资格比？可是我的业绩明明比他好。业绩？公司看的是综合素质。王总站了起来，语气变得严厉。你不服气就赶快滚。办公室里一片寂静。张明看着王总那张高傲的脸，心中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3年的委屈、不甘、失望，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。他从包里掏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，放在王总的桌子上。好，我滚。王总低头一看，是一份辞职信。你……王总显然没想到张明会这么决绝。辞职信上写得很清楚，我今天就办离职手续。张明转身向门口走去。张明，王总在后面叫住了他。你以为离开了公司，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？这个行业就这么大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。张明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王总一眼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。走廊里，几个同事好奇地看着他，显然刚才办公室里的争吵声他们都听到了。张哥，你真的要走？小刘跑过来问。小刘是技术部的新人，一直把张明当作导师。张明点点头，为了薪资的事。不只是薪资。张明苦笑，是3观不合。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。下午，张明的直属领导技术总监找到了他。张明，我听说你要离职。是的，李总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薪资的问题？我可以向上面申请给你涨薪。张明摇摇头，不是简单的涨薪问题，是整个公司的价值观有问题。什么意思？张明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说了。李总，您知道李天的真实学历吗？不是清华的吗？我查过了，他根本不是清华毕业的，甚至不是计算机专业的。技术总监愣住了，这不可能，人事部门会核查的，但这是事实。张明说，一个学历造假的人拿着15万的月薪，而我这个真正的985毕业生只能拿6万，您觉得这合理吗？技术总监沉默了很久。我理解你的感受。最终，他拍了拍张明的肩膀，但是有些事情比较复杂，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我知道。张明点点头。所以我选择离开。办公室里的气氛
变得有些沉重。其他几个技术骨干也陆续找到张明，劝他不要冲动。张哥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是啊，为了一个李天，犯不着。王总说话就是那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张明理解同事们的好意，但他的决心已定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张明说，但有些原则问题，我不能妥协。当天下午，张明开始办理离职手续。人事部的经理对他的突然离职很意外。张明，你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，真的要走？是的。是不是待遇的问题？我们可以谈谈。不是待遇问题。张明重复着这句话。实际上，除了他自己，谁都不知道他真正离职的原因。办理离职手续的过程比张明想象的要复杂。财务部门要求他把所有的项目资料交接清楚，技术部门要求他培训接手的同事，行政部门要求他归还所有公司财产，每一个环节都被刻意拖延。这是公司的流程，必须严格执行。人事经理这样解释，但张明心里清楚，这是王总的意思。3天后，王总主动找到了张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王总的语气比之前温和了一些。我们可以再谈谈薪资的问题。不用了，王总。张明摇摇头，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。这么快？王总显然有些惊讶。什么公司？一家不错的公司。张明没有透露具体信息。实际上，张明确实已经有了新的去向。就在他递交辞职信的当天晚上，一个猎头就联系了他。张先生，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，想和您聊聊。猎头在电话里说。什么机会？一家行业领先的公司在招技术总监，我觉得您很合适。技术总监？张明有些意外，他现在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，直接跳到技术总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跨越。您确定吗？非常确定。实际上，这家公司的人事总监听说过您的名字，对您的技术能力很认可。第2天，张明就去面试了。面试过程出奇的顺利，3轮面试，技术总监、人事总监、VP， 每个人都对张明表现出很大的兴趣。张先生，您的技术背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。人事总监说，我们这个职位的薪资是年薪180万，您觉得怎么样？180万年薪，相当于月薪15万，这正好是李天在现在公司的薪资水平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一个技术总监的职位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话语权。我可以考虑。张明说。那太好了，您什么时候能入职？1周后。就这样，张明在还没有正式离职的时候，就已经找到了新工作，而且是一个比现在更高级的职位。回到公司后，同事们看张明的眼神都变了。张哥，听说你找到新工作了？小刘悄悄问。什么公司？暂时保密。张明笑了笑，这种神秘感让同事们更加好奇。技术部的几个骨干私下议论纷纷，张明这么快就找到工作，看来真有本事。是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？你们说张明会去什么公司？这些议论很快传到了王总的耳朵里。王总开始有些担心了。张明在公司的威望很高，如果他真的找到了更好的工作，很可能带走其他技术骨干。于是王总再次找到张明。张明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王总的态度明显比之前诚恳了很多。关于薪资的问题，我可以给你涨到12万。12万已经是张明原来薪资的2倍了。但张明摇了摇头。王总，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张明看着王总。
想了想，最终还是说了：“王总，您觉得李天真的值15万吗？”王总的脸色变了。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讨论过了。是的，您说他是清华毕业的。张明点点头。但如果我告诉您，他根本不是清华毕业的，您怎么看？办公室里一片寂静。你什么意思？王总的声音有些紧张。我查过了，他的真实学历是某个3线城市的普通本科，专业是市场营销。张明平静地说，学历造假，这在任何公司都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吧？王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你怎么查到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学历造假的人拿着15万的月薪，而我这个真正的985毕业生只能拿6万。王总，您觉得这公平吗？王总沉默了很久，最终他说，这件事比较复杂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哪里复杂了？张明追问。李天的情况有些特殊。王总显得有些为难。什么特殊情况？王总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摇摇头。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张明明白了，果然有内情。我明白了，王总。张明站起身来。我的离职手续什么时候能办完？张明，你再考虑考虑。王总有些着急了。我可以给你涨到15万，和李天一样。15万，这是张明之前想都不敢想的薪资，但现在他已经不在乎了。王总，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。张明说，比如尊严，比如公平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第二天，张明正式办完了所有离职手续。临走时，他在公司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感谢大家3年来的照顾，我今天正式离职了，希望大家工作顺利，前程似锦。消息一发出，群里瞬间炸了锅。张哥，真的要走？太可惜了，新公司在哪里？有机会联系啊。张明看着这些消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3年来，他在这里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和同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但有些选择必须要做。收拾好东西，张明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待了3年的办公室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刻，他看到李天正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两人的目光在电梯门缝中交汇了一瞬间。李天的眼中有一种复杂的表情，似乎是愧疚，又似乎是解脱。张明对他点了点头，算是告别。电梯下降，带着他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地方。走出大楼时，张明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阳光很好，前路未卜，但他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坦然。他掏出手机，给新公司的 HR 发了条消息：我下周1可以入职。半年后的一个周五下午，华国际大酒店的会议厅里正在举行一场行业峰会，这是 IT 行业1年1度的盛会，汇聚了各大公司的高管和技术精英。王总作为与会嘉宾之一，端着咖啡在会场里寻找合作伙伴。他的公司最近业务下滑严重，急需寻找新的机会。各位，现在有请我们的主题演讲嘉宾上台。主持人的声音响起，王总抬头望向主席台，准备听听今天的主题演讲。他是行业内最年轻的技术副总裁之一，主导开发的产品服务用户超过5000万，公司估值突破100亿。让我们欢迎。王总端着咖啡的手忽然颤了一下，台上那个熟悉的身影让他瞬间呆住了，是张明。但此时的张明和半年前那个愤然离职的员工完全不同了。他身着得体的西装，神情自信从容，
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领导者的气质。腾飞科技副总裁张明先生，掌声雷动。王总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掉在地上。腾飞科技，那不是行业内的超级独角兽企业吗？副总裁张明在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讲，讲的是人工智能在产品开发中的应用，每一个观点都很前沿，每一个案例都很精彩。台下掌声不断，王总的脑海里一片混乱。半年前，这个人还是他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，因为薪资问题和他吵架，愤然离职。现在他已经是行业标杆企业的副总裁，这怎么可能？王总终于明白，自己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员工。那么，这半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张明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工程师一跃成为副总裁的？这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当年辞退他，难道真的是自己做错了吗？王总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，天旋地转。演讲结束后，会场休息时间，王总鼓起勇气走向张明。张明正和几个行业大佬在交流，看到王总走过来，脸上闪过一丝意外。王总，张明点头致意，语气平和但疏离。张明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王总有些尴尬，恭喜你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。谢谢。张明客气的回应。旁边几个人看出气氛不对，识趣的走开了。张明，我们能单独聊聊吗？王总请求道。张明看了看手表，我还有个会议，只有10分钟。两人走到会场一角的休息区坐下。你现在在腾飞科技工作？王总明知故问。半年前入职的。张明回答得很简单。副总裁，这个跨度有点大啊。王总试探道。是技术副总裁，主要负责产品技术架构。张明解释。腾飞科技比较看重实际能力，而不是资历。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进王总的心里。你是怎么进入腾飞科技的？王总继续问。猎头推荐。张明喝了口茶。实际上，我离职当天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。当天，王总惊讶。腾飞科技的 CTO 关注我很久了。他说看过我主导的几个项目，觉得技术思路很有前瞻性。张明顿了顿，只是之前我在原公司，他们不好挖人。王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原来张明早就被腾飞科技盯上了，只是因为还在自己公司，人家才没有动手，而自己竟然因为薪资问题把这样的人才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。你现在的薪资？王总问了一半，觉得不合适，又停住了。年薪300万，股权另算。张明直接回答。王总想问的话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年薪300万。王总感觉头晕目眩，这是张明原来薪资的4倍多。张明，王总想道歉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王总，过去的事就算了。张明看出了他的想法。我现在很满意现在的工作。那李天的事情？王总犹豫着说。李天？张明笑了笑。他还在公司吗？在的。王总点头，然后小声说，实际上他确实不是清华毕业的。我知道。张明平静地说。他是你表弟，对吧？王总的脸瞬间通红。张明居然知道这个秘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王总结结巴巴地问。入职腾飞科技后，我接触了更多的人脉资源。张明解释。有人告诉我，李天其实是你的表弟，你为了照顾他，给了他一个产品经理的职位和15万的月薪。为了不让其他员工质疑，你让他编造了清华毕业的学历。王总彻底没话说了。
事实就是如此。李天是他妹妹的儿子，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王总心软，就把他招进了公司。但李天确实能力有限，给他太高的职位不合适，给他太低的薪资又说不过去。于是王总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给他一个中层职位和高薪，对外说是因为学历高。为了让这个谎言更可信，王总还让李天编造了清华毕业的学历。谁知道最终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张明这样的人才。张明，我向你道歉。王总真诚地说，是我的错，不应该那样对待你。王总，你没必要向我道歉。张明摇摇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你选择照顾亲戚，这没什么错，错的是用欺骗的方式。我当时确实处理得不好。王总承认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我不会那样做，没有如果。张明看了看时间，我该走了。等等，王总叫住他，你对我们公司还有什么建议吗？张明想了想，建立公平透明的薪酬体系，按能力和贡献分配，不要搞特殊化。还有，诚信是企业的根本，不管是对客户还是对员工。说完，张明站起身来，和王总握了握手。王总，再见。看着张明离去的背影，王总内心五味杂陈。这半年来，公司的业务确实出现了很大问题。张明离职后，技术部门接连出现了几个重大事故，导致公司损失了几个大客户。而更糟糕的是，其他几个技术骨干也陆续离职了。他们离职的理由都很相似，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文化不认同。现在公司的技术团队已经青黄不接，很多项目都无法正常推进。王总这才意识到，张明在公司的作用远比他想象的要重要。他不仅是技术骨干，还是团队的精神支柱。他的离职带来了连锁反应，而李天呢，拿着15万的月薪，却创造不了相应的价值。王总现在才发现，自己为了照顾一个平庸的亲戚，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人才。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。回到公司后，王总把李天叫到了办公室。李天，你的薪资是不是太高了？王总开门见山。李天明显慌了，舅舅，我工作很努力的。努力？王总冷笑，你上个月做了什么工作？创造了多少价值？李天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从下个月开始，你的薪资调整为8万。王总决定道。8万？李天急了，舅舅，这也太少了吧？你觉得少？王总反问。那张明拿6万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不公平？李天无话可说。实际上，王总心里很清楚，就算给李天8万都是高估了，但毕竟是亲戚，他也不能做得太绝。但这件事给王总的教训是深刻的，人情归人情，生意归生意，混淆了这两者，最终害的是自己。3个月后，王总接到了一个让他更加震惊的消息。腾飞科技在新产品发布会上宣布，由张明主导开发的 AI 产品获得了巨大成功，用户量突破1000万，为公司带来了数十亿的收入。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张明被提拔为公司副总裁，年薪涨到了500万。500万年薪，这相当于张明在原公司薪资的近7倍。而更让王总震惊的是，这个 AI 产品的核心技术竟然是张明在原公司时就开始研究的。如果他当时留在公司，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了。技术总监在汇报时无奈地说，张明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研究资料，虽然合法，但对我们的损失很大。王总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感觉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。
一个价值数十亿的产品就这样被自己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当初的短视和偏见。更糟糕的是，张明的成功在行业内产生了巨大影响，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开始向腾飞科技聚集，而王总的公司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。半年内，技术部门走了一半的人，剩下的也人心浮动。王总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。人事总监在会议上说，继续这样下去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彻底没有了。你有什么建议？王总问。提高薪酬待遇，改善工作环境，建立公平的晋升机制。人事总监回答，最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员工对公司的信任。王总点点头，但心里很清楚，这些措施都需要时间，而公司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调整时机。更让他后悔的是，他曾经威胁张明说能让他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。现在看来，这简直是个笑话。张明不仅混得很好，而且比在原公司时更成功，而自己的公司反而因为失去了张明这样的人才，陷入了困境。一天晚上，王总独自在办公室里思考公司的未来。他想起了张明离职时说的那句话，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，比如尊严，比如公平。当时他不以为意，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。一个有尊严的人不会为了钱委曲求全，一个有能力的人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张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。王总掏出手机，找到张明的联系方式，想发个消息，但写了几次都删掉了。他能说什么呢？道歉、挽留还是祝贺？这些都显得太虚伪了。最终，他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有些错误没有弥补的机会，有些人才错过了就不会再回来。王总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但为时已晚。他看了看办公室墙上的公司业绩图表，曲线在张明离职后明显下滑，这或许就是市场对他错误决策的惩罚。1年后，王总的公司被迫裁员1/3，业务大幅收缩，而腾飞科技在张明的带领下，技术实力越来越强，市场份额不断扩大。两家公司的命运因为一个人的去留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。王总经常在想，如果当初自己能够公平对待张明，现在的局面会是什么样？但历史没有假设，商场如战场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才学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，公平是留住人才的基础。而张明呢？他在腾飞科技如鱼得水，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，也为公司创造了巨大财富。这个结局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，金子总会发光，只要给他合适的舞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